Hello，各位好，我是 Revision Lab 修整所的阿修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。如果你是第一次看我们影片，记得先点击下方订阅按钮，再打开旁边小铃铛，这样每次有新影片你都会第一时间收到通知。也帮我按个赞，让 YouTube 知道你喜欢这种类型的内容，谢谢大家。我们现在正式开始。OK，今天我们要来拆解一个在我们这个时代，听起来很美好，但其实可能极度危险的观念：30岁才是新的20岁。我们今天会从5个层次来深入剖析这个主题。首先，我们会一起戳破这个迷思的本质。接着，我们会看到，如果你真的错过了20岁，那真实的代价会是什么？再来，我们会用一些硬数去告诉你，为什么20到30岁是人生的黄金10年。然后，最重要的，我们会提供3大具体策略，让你好好把握这段关键时期。最后，我们会给你一个行动宣言，让你立刻就能开始打造你想要的人生。好，我们就从第一部分开始，30是新的20这个迷思。这句话说真的，听起来很让人安心，对吧？他好像在跟我们说，别急，你还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挥霍，可以去探索。但你知道吗？这份安心感，可能正是那个偷走你未来的元凶。这句话你一定超常听到，不管是电影、影集，还是身边的朋友聊天，大家好像都把这句话当成一种理所当然的安慰剂。我们这一代人好像所有事情都延后了，比较晚毕业，比较晚找工作，也比较晚结婚，比较晚生小孩，整个社会氛围都在告诉你，20几岁嘛，就是拿来探索的，是人生的缓冲期。这个想法给了我们一种错觉，好像20几岁这10年只是一场人生的彩排，真正的大戏要到30岁才正式上演。但如果这根本就不是彩排呢？如果这10年就是正式演出的一部分，而且还是最关键、最重要的第一幕呢？这边就有一个很经典的例子，临床心理学家梅戈杰伊 Meg J 在他的演讲中就分享过一个叫做 Alice 的26岁女生。Alice 走进咨商室，说她想谈谈感情问题。她当时正跟一个，她自己也知道不怎么样的男生在一起，但她觉得无所谓，反正这段关系不算数，她只是在消磨时间 ，killing time。你看啊，这就是30是新的20这个想法最活生生的体现。他打从心里认为，20几岁的恋爱、工作、生活都像一场游戏，可以随时重来，所以不需要太认真。但你静下来想一想，人生真的有不算数的时间吗？其实你度过的每一秒，都是你人生这部电影的其中一帧，都是在倒数计时。这种心态，心理学家称之为善意的忽视。这个词听起来好像无害，对吧？他善意的告诉你别紧张，慢慢来，但结果却是让你忽视了这段时间的独特性和重要性。当你轻描淡写地告诉一个年轻人，你还要整整10年的时间可以慢慢来，你其实在不知不觉中剥夺了他最宝贵的2样东西，一个是急迫感，另一个是企图心。那结果就是什么都不会发生。你以为你在探索，但很多时候那其实只是拖延。这两者最大的差别是什么？探索是有目的的累积，而拖延就只是单纯的让时间流逝而已。重点来喽，如果20几岁真的只是在消磨时间，那后果会是什么？很多人以为30岁可以像电脑重开机一样，叮，一切重新开始。但现实是，你只是把所有的压力全部都累积到30岁那一年，一次引爆，这就是错过20岁的惊人代价。我们再回头看 Alex 说的这句话，这真的不只是一个感情问题，它反映的是一种人生态度。把消磨时间当成借口，让你不用去面对困难的决定，不管是结束一段不健康的关系，还是离开一份没有前景的工作。你以为你在避开压力，但其实你只是把债务不断的累积。等到30岁的时候，你面对的不是一张白纸，而是一张巨额的账单，要你连本带利一次偿还。这个比喻真的非常非常贴切，也是很多30多岁的人回首过去时的感叹。很多人形容20几岁的感情生活就像在玩大风吹，英文都是 musical chairs。音乐播放的时候，大家开心地跑来跑去，享受暧昧和约会的乐趣，感觉选择无限多。
但大概在30岁前后，音乐会突然停了。你会发现身边的朋友一个一个找到椅子坐下，结婚定下来了。这时候还站着的你会开始恐慌，你看着场上的椅子越来越少，心里会害怕成为唯一剩下的人。于是你可能会急着抓住离你最近的那张椅子，而不是你真正想要、最适合你的那张。这真的不是在开玩笑，很多人就是这样做出仓促的决定，然后用接下来的好几十年去承担这个后果。当你把所有人生大事都推到30岁之后，你会发现自己陷入一个巨大的压力锅里面。你必须要在短短几年之内，同时完成好几件超级困难的事情。可能要从零开始建立事业，要决定要在哪个城市落地生根，还要找到一个可以共度一生的伴侣，甚至还要考虑生小孩的问题。但这些事情很多时候是互相冲突的。举个例子，一个30岁的软体工程师，他拿到一个去硅谷发展的绝佳机会，但他同时又觉得自己到了该稳定下来找对象结婚的年纪。那怎么办？如果他选择全力冲刺事业，就没时间好好经营感情；但如果为了感情留在原地，又可能错失职涯的黄金起飞期。这种压力真的远比20几岁时一步一步来要大的太多了。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，我们刚谈了很多观念和感受，你可能会觉得有这么严重吗？好，现在我们直接来看数据，数据是不会骗人的。为什么20几岁不是人生的延长期，而是发展的甜蜜点 （sweet spot）？因为科学证据就是这么说的。大家仔细看这张图的长条图，研究显示，人生中高达80%，也就是说10件里面有8件最具决定性的时刻都发生在35岁以前。这包括了那些让你成为你的重大决定、关键经历，还有顿悟的瞬间。可能是你选择了科系，你的第一份正式工作，遇到你的人生伴侣，一次让你眼界大开的旅行等等。你看，35岁之后只剩下那短短的20%，这个数据真的非常惊人，对吧？这意味着你20几岁到30出头这段时间的选择，几乎就定义了你整个人生的轨迹。再来看感情方面，超过一半的美国人在30岁的时候就已经结婚、同居，或是正在跟他们未来的伴侣交往。这代表什么？这代表我们刚刚说的大风吹的音乐真的在30岁左右就停了。你如果打算30岁才开始认真找对象，你会发现很多优质的选择早就已经名花有主了。你不是在跟同龄人竞争，你是在跟那些提早5年就开始布局的人竞争。从生理和神经科学的角度来看，20几岁更是独一无二。首先，你的大脑在这段期间会经历第2次，也是最后一次的快速成长期。它正在为成年期重新布线，特别是掌管长期规划和决策的前额叶。简单来说，你想学新东西，改掉坏习惯，现在就是你大脑可塑性最强的时候。其次，研究也发现，人的性格在20几岁时的改变幅度，比人生任何其他10年都来得大。你现在所做的努力，是真的在重新设定未来几十年的你。最后，一个很现实的数据是，女性的生育能力在28岁达到高峰，35岁之后就会开始变得比较困难。这不是要制造焦虑，而是提醒大家，这是一个需要纳入人生规划的客观事实。好了，讲了这么多问题的严重性，我们当然要提出解决方案。我们继续看下去。我知道听到这里，你可能有点焦虑了，但别担心，我们不是要来吓你，而是要给你具体的方法。既然20到30岁这么关键，我们到底该怎么做？梅格杰伊提出了3个非常具体的策略，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你黄金10年的行动蓝图。这3大策略分别是：第一，累积你的身份资本；第二，善用你的弱连结；第三，主动选择你的家庭。你可以把这3件事想象成是你对未来人生的3大投资。你不是在消磨时间，你是在用20几岁这段时间为你的未来存下最宝贵的资产。
首先，什么是身份资本 （identity capital）？它指的就是那些能够增加你个人价值的经验和资产。简单来说，就是去做一些能让你履历更丰富、能力更强的事情。这可以是一份有挑战性的实习，一个跨领域的专案，学一个高含金量的技能，像写程式或剪辑，甚至是去国外打工度假。但前提是你真的有在学东西。重点是，这些探索不能是不算数的。你做的每一件事都应该是对你未来想成为的那个人的一种投资。这种身份资本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，让你未来有更多的选择权。第二个策略，善用弱连结 （weak ties），这点超凡直觉，但又超级重要。很多人在20几岁的时候，会习惯待在自己的同温层里面，跟想法类似的好朋友混在一起，这样很舒服，但也很危险。因为真正的机会，不管是新的工作、新的知识，还是新的人脉，几乎都来自于你的弱连结，也就是那些朋友的朋友，或是前同事的同学等等。数据显示，有一半的新工作从来没有被公开张贴出来。那你怎么得到？就是透过你邻居的老板、你大学同学的表哥这种弱连结。这不是走后门，这是资讯传播的科学。所以勇敢地走出舒适圈，去认识不同领域的人吧。你下一份梦想工作，可能就藏在你咖啡店隔壁桌那个陌生人的对话里。第三个策略，主动选择你的家庭，这就呼应了我们前面讲的大风吹理论。很多人在感情中是采取一种被动的姿态，就是跟选择我的人试试看，或者是骑驴找马。但这其实就是在消磨时间。真正成熟的做法是像你在规划你的工作一样，有意识的去思考，去选择你想要什么样的伴侣，建立什么样的家庭。这不只是看感觉，而是看你们的价值观合不合，对未来的想象一不一样，沟通方式是不是健康的。你不是在等着被挑选，而是要主动去挑选。记住那句话，经营婚姻最好的时机是在你还没有踏入婚姻之前。让我们来看一个真实的案例。Emma， 她25岁的时候在餐厅打工，跟一个没什么上进心的男友同居。她觉得自己陷入了身份危机，完全不知道未来在哪里。但后来她运用了这3个策略。首先，她透过一个弱连结，也就是她老室友的表哥，得到了一个在美术馆工作的面试机会。这份工作就是她的身份资本，让她踏入了她真正感兴趣的领域。而这个工作机会也给了她离开那位坏男友的底气和经济能力。5年后 ，Emma 成为了博物馆的活动策展人，嫁给了她用心选择、价值观契合的丈夫，建立了自己的家庭。你看，她从一个迷茫的年轻人，彻底扭转了自己的人生。这就是这3个策略的力量。好了，我们来到最后的总结。听完这一切，我希望你得到的不是焦虑，而是力量。这是一份给你的行动宣言。你的人生不该被你没做或不知道的事情所定义，而应该由你从现在开始有意识的选择来定义。请记住这句话，你正在决定你的人生，就是现在。20几岁的你，就像一架刚从机场起飞的飞机。在这个阶段，你的航向只要有微小的调整，比如说1度的偏差，刚开始可能看不太出来，但经过10个小时的飞行，你最终降落的地点可能就是阿拉斯加和斐济的天壤之别。你现在做的每一个小决定，每一个小小的努力，都会在未来产生巨大的复利效应。所以，别再相信30是新的20这种安慰剂了，认真对待你的20岁，因为这就是你人生最关键的决定性的10年。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，打造你黄金10年的3大策略就是：第一，去累积你的身份资本，做一些对你未来有价值的事；第二，善用你的弱连结，机会都藏在同温层之外；第三，主动选择你的家庭，对待感情要像对待事业一样用心。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，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，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，我们正在冲订阅，需要你的支持。我是阿修，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